水灾的神话传说上，大洪水，一个贯穿世界各地的古老故事。无论是东方古老的文明，还是西方神话的篇章，我们都能找到关于大洪水的描述。这场毁灭性的灾难，不仅仅是故事中的情节，更像是人类共同的记忆，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水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水灾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还伴随着众多神话传说。这些故事不仅解释了灾害的起源，也传递了人们对自然、神灵和命运的敬畏。关于水灾的几则著名神话传说，它们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仰与智慧。大禹治水，中国古代的伟大传奇。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治水传说之一。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与自然灾害斗争的勇气和智慧，也反映了古人对社会秩序和天命的理解和追求。大禹，姓祀，名文命，是夏朝的开国君主。他的父亲鲧在尧帝时期奉命治水，但鲧治水9年未能成功，最终因违抗天命被处死。舜帝继位后，任命禹继续治水。大禹接任治水重任，展开了长达13年的治水工程，最终成功治理了洪水，造福了百姓。与其父鲧不同，禹采取了疏导而非堵塞的方法来治理洪水。他认识到堵塞洪水只能暂时解决问题，最终洪水仍会爆发，造成更大灾害。禹决定改变策略，通过开凿河道，疏通河流，将洪水引导到海洋。禹亲自带领民众开凿河道，疏通河流。他走遍了9州，考察地形，制定了详细的治水计划。在治水过程中，禹克服了重重困难，面对各种自然障碍，他不畏艰险，亲力亲为。据说，禹在治水期间3过家门而不入，即使经过自己家门口，他也不进家门探望家人，表现出无私奉献的精神。禹的治水工程涉及大规模的土木建设，包括挖掘河道、筑堤、开渠等。这些工程不仅解决了洪水问题，还改造了自然环境，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禹的治水成就使他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和尊敬，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传奇人物之一。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禹最终成功治理了洪水，使中国大地恢复了平静和繁荣。洪水得到控制，农田得到恢复，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禹的治水工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洪水灾害，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水经验和方法。禹的成功不仅在于技术上的创新，更在于他的领导才能和无私奉献精神。他带领民众共同抗击自然灾害，展示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禹的事迹成为中国历史上治水英雄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禹治水的成功使他成为舜帝的继承人，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国家文明的新阶段。禹的儿子启继位后，正式开创了中国的家天下制度。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袭王朝。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历代文人墨客纷纷歌颂禹的伟大事迹，将其塑造成无私奉献、勇于抗击自然灾害的民族英雄。禹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工怒触不周山，
中国古代的灾难传说。共工怒触不周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位神祇因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崩地裂、洪水泛滥的灾难性事件。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和敬畏，也揭示了他们对宇宙秩序和社会和谐的深刻思考。共工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神，掌管水域和洪水。他是一位强大而富有力量的神祇，但同时也充满了怒火和破坏力。据《淮南子》等古籍记载，共工与火神祝融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在这场争斗中，共工最终败给了祝融。怒火中烧的他一怒之下撞向了不周山。不周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座重要山脉，被视为支撑天穹的柱子之一。这座山的崩塌意味着天穹的倒塌和大地的毁灭，是宇宙秩序被打破的象征。共工与祝融的争斗激烈而残酷，最终共工在战斗中失败，他的怒火无法平息，于是他决定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在不周山上。共工以巨大的力量撞向不周山，这座支撑天穹的山脉瞬间崩塌，天柱折断，导致了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灾难性后果。天崩地裂的瞬间，洪水滔天，火焰四起，地球上的生灵陷入了极大的危机。山川河流被摧毁，土地变得荒芜，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场灾难性事件使得天地间陷入了一片混乱，生灵涂炭。据《淮南子》和《山海经》等古籍记载，在远古时期，天地尚未稳定，天的支柱不周山因战神共工的怒触而折断，导致天崩地裂，洪水滔天，生灵涂炭。天塌地陷的灾难使得火灾、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威胁。这一场大灾难的发生，使得女娲深感忧虑和悲痛。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她决定挺身而出，挽救这个濒临毁灭的世界。面对破碎的天空，女娲首先寻找可以修补天穹的材料。她经过长途跋涉，遍访各地，最终在五色石中找到了答案。五色石分别是青、赤、黄、白、黑5种颜色的石头，象征着五行之力。女娲用这些五色石来修补破裂的天空。在融化和塑形五色石的过程中，女娲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然而她从未退缩，最终成功将五色石镶嵌在天穹的裂缝上，填补了巨大的空隙。天恢复了稳定，大地重新回到了平静。然而，补天并非唯一的挑战。为了防止地面的洪水再次泛滥，女娲还斩断了巨龟的4肢，将其4足作为4级支柱，撑起了塌陷的大地。此外，女娲还用芦苇烧成的灰填塞洪水泛滥的地区，从而使水患得到控制。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自然灾害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在他们看来，自然灾害并非仅仅是自然现象，而是与神灵的行为和宇宙的秩序密切相关。共工的怒触行为打破了宇宙的平衡，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其次，这个传说也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对神灵的敬畏和崇拜。共工的形象象征着破坏力和愤怒，而女娲则象征着创造力和修复力。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反映了人们对善与恶、创造与破坏的深刻思考。此外，
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也揭示了古代中国人民对社会和谐和宇宙秩序的追求。天崩地裂的灾难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溃和混乱，而女娲的修补行为则象征着恢复秩序和稳定。这种对秩序和和谐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之一。共工怒触不周山的传说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故事被广泛传颂，并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如《山海经》、《淮南子》、《搜神记》等古籍中都有对这一事件的描述。通过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共工与女娲的神力和事迹。共工与女娲的故事在道教和民间信仰中也有重要地位。共工作为水神，在一些地区被视为河神和湖神，享有祭祀和礼拜，而女娲则被尊为创世女神，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们通过祭祀和礼拜，表达对她的敬仰和感激之情，祈求她的保佑和庇佑。